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是非非脱口秀。今天我们不聊风花雪月，不谈家长里短，我们要来扒开一些人的画皮，揭露一些人的真面目。我们要聊的是马来西亚一部分华人，他们那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筷子骂娘的嘴脸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那些一边享受着中国市场带来的红利，一边又在那里叫嚣着反中脱钩的伪君子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吗？你们以为你们那点小伎俩能瞒得过谁？今天我就要让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无处遁形。先说一句，非常坦白，马来西亚华人中有些人对中国的态度就像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一边对中国指手画脚，一边又死死抱着中国的大腿不放。你们一会儿嫌中国政治太强势，一会儿又说中国市场不可靠，一会儿又担心被中国绑架。哎呦喂，我说你们这些公主病晚期患者，你们到底是想怎样啊？你们是想和中国分手，还是想靠中国养啊？啊？你们是想独立自主，还是想当寄生虫啊？有些人反中是情绪，有些人是观念，但更多的人是别有用心。你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，行着损人利己的勾当。你们以为把中国骂倒了，你们就能一步登天了吗？你们就能成为人上人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做梦！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在经济层面，我们必须坦诚，我们马来西亚真的很靠中国。要是今天中国说不买了，你们的脸笑不出来，你们的钱包也可能发抖，你们的独立宣言也只能在厕所里喊一喊。来，我们看事实。大家别把反中当成什么高大上的政治立场，好像摆脱了中国，你们就成了文化英雄。其实只要翻开数据就知道，咱们跟中国的互联有多深。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多少关键商品、电子零件、机械设备、石油化工、棕油，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这是大产业。双边贸易额有多大？几千亿。这几年，中国持续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。中国对马来西亚制造业供应链贡献有多大？我们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零件都卖去中国，再由中国企业加工、整合、再出口。投资方面，中国资本渗透有多深？基础设施、科技、房地产，到处都有中国的身影。换句话讲，马来西亚不少产业已经和中国高度绑在一起。你反中不是说说而已，你还得面对一个真金白银的问题。你还得面对成千上万工人的饭碗问题，你还得面对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问题。你们这些键盘侠、嘴炮党，你们以为动动手指、敲敲键盘就能改变世界了吗？你们以为喊几句口号就能让马来西亚经济腾飞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幼稚！你们的想法太天真了。现在假设一个最坏的场景，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中国市场，别以为这是文学作品，这是经济现实。来，我给你们画几幅可能发生的画面。电子零件没人买，马来西亚多少制造业靠中国订单。如果中国拒买，我们的工厂产能可能大减，多少工人要失业，多少家庭要破裂。你们这些反中精英，是不是要替他们买单？是不是要给他们发工资？棕油滞销，中国是我们棕油的重要市场。如果中国买的少，棕油价格暴跌。多少棕油农民要血本无归，多少棕油企业要倒闭？你们这些道德圣人，是不是要替他们承担损失？是不是要给他们提供救济？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价格波动，部分产业中间件仰赖中国进口，一旦中断，我们制造业链条可能断裂，多少企业要停产，多少订单要取消？你们这些文化斗士，是不是要替他们解决问题？是不是要给他们提供方案？如果工厂订单缩减，一线工人、技术人员可能裁员，那个说我们反中是政治觉醒的人，是不是要替那些工人买单？是不是要负责他们的生计？企业利润下降，可能影响投资、扩产计划。长远看，马来西亚制造业竞争力削弱，到时候你们这些反中先锋，是不是要负起责任？是不是要承担后果？出口减少会导致税收下降，政府财政可能更难维持。社会福利、基础建设开支压力增大，我们不是小国，但也不是富得流油。要是经济大幅滑坡，普通人的生活可能被波及，
到时候你们这些反中义士是不是要捐出家产？是不是要承担一切？人们赚钱少了，股市投资信心被打击，进口商品变贵，成本上涨，物价上涨，你买菜、买油、买电子产品都可能变贵，通货膨胀可能加剧，你口袋里的 ringgit 不一定能撑现状。到时候你们这些反中斗士是不是要倾家荡产？是不是要以身作则？一个国家如果被迫与重要贸易伙伴冷淡，不仅是经济问题，也是一种风险信号。外国投资者可能犹豫，这个国家是不是政治不稳定，是不是对大国依赖太深。长远看，对中国市场失去连接，也可能让马来西亚错失更多区域合作机会。到时候你们这些反中英雄是不是要以死谢罪？是不是要遗臭万年？让我把这个经济危机的画面不只是留在企业老板或工厂，而是拉到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身上。如果公司裁员，你老婆可能失业，你儿子未来找工作更困难，经济不稳，大家都缩手缩脚，你的日常开销会变大，米、鸡蛋、油、电子产品、家电、手机都可能涨价，股市投资信心下降，通货膨胀增加，你的钱包可能缩水，房地产业可能被波及，按揭压力增大，企业不赚钱，省钱就成了发展主题，家庭可能更难资助孩子留学进名校。你说你反中是为了文化独立，可孩子未来的机会值多少钱？你老婆的饭碗值多少钱？你全家的幸福值多少钱？你们这些反中圣母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？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？好，那些拼命反中，天天拿中国威胁论说事的华人朋友们，我得对你们说几句重话。你们说中国太强势，我们不能被经济绑架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的政治立场是有人掏真金白银在支撑的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的文化优越感是建立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的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的自由民主是靠着中国市场养活的？如果你真的想反中，那么你也得面对你所反对的一切成本。政治姿态可以有，但经济账本不会因为你高喊独立就自动平衡。反中不是免费的，你的立场要有后果准备。工厂停工、失业、物价上涨，这不是政治口号，这是生活灾难。你们这些反中键盘侠，你们以为喊几句口号就能改变世界了吗？你们以为动动手指就能让马来西亚经济腾飞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做梦！你们的想法太天真了。来点讽刺时间，我们不只是警告，还得戳穿那些反中言论，拿几个常见论调出来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有人说中国控制我们，我们要脱钩。哎呦，我说你们这些脱钩爱好者，你们真的以为脱钩是拔根草那么简单吗？你们以为我们和中国的贸易是一夜情吗？不，这是长期关系，是工厂、投资、贸易网络，要脱钩，成本巨大。你们以为你们的小喇叭独立口号可以让马来西亚工厂立刻转单？各位观众、各位朋友、各位反中斗士、各位爱国键盘侠，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也接近尾声了。我知道今天我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有些话不吐不快，有些真相必须揭露。我知道很多人反中是出于对中国的不满，对中国的不信任，甚至是对中国的恐惧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恐惧不能解决问题，谩骂不能带来进步，只有理性思考才能找到出路。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被控制就自断经脉，我们不能因为追求独立就闭关锁国，我们不能因为坚持原则就牺牲利益。我们要做的是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找到最适合马来西亚的道路。我们要学习新加坡，在东西方之间游刃有余。我们要学习韩国，在夹缝中创造奇迹。我们要学习越南，在开放中实现崛起。我们要用智慧、用勇气、用实力为马来西亚赢得尊严，赢得未来。各位华人朋友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，我们都爱这个国家，但是爱国不是一句口号，爱国是一种责任，爱国是一种担当，爱国是一种行动。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才华，用我们的努力，为马来西亚的繁荣昌盛贡献我们的力量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脱口秀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
我知道你们听了这么多，可能有点累了，有点烦了，甚至有点想打我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爱你们的。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，下次再见。希望下次我们聊的是经济合作，不是分裂。希望下次我们谈的是共同发展，不是互相指责。希望下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团结、更加繁荣、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。记住，爱国不是一句口号，爱国是一种行动。所以，请大家放下键盘，走出家门，为马来西亚的明天努力奋斗吧。